你有沒有發現，台灣街頭那家開了30年的牛肉麵攤，老闆的手從不會抖，湯頭永遠濃，肉永遠酥。可去年他換了新招牌，上了 IG 限時動態，生意反而差了一半。不是他手藝退步了，是他開始太認真了。他不再憑手感撒蔥花，改用精準克數；不再靠記憶熬湯，改看溫度計，到小數點後移位。他甚至下載了顧客情緒分析 APP， 想算出哪一勺辣油讓人最幸福。結果呢，客人說味道對，但沒魂了。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這就像我們的人生，越用力抓，越漏得快；越想掌控，越被反咬。你加班到凌晨3點，只為把簡報做得毫無破綻，結果主管一眼沒看，轉頭誇隔壁組那個手繪草稿有溫度。你對孩子成績盯到顯微鏡級別，他卻在日記裡寫：我媽愛的是分數，不是我。這不是你不夠好，是你搞錯了遊戲規則。整個世界正在偷偷換操作系統，而我們還在用 DOS 指令拼命敲鍵盤。你記得2019年台積電宣布2奈米量產倒數那天嗎？全球科技圈震動，日本、韓國連夜開會，連硅谷老將都說摩爾定律真要死了。可5年過去，晶體管沒再縮小， AI 算力卻暴增100倍。怎麼做到的？不靠硬塞更多元件進芯片，而是用算法重構計算本身。就像你玩 Pokemon Go， 手機沒升級，但去年上線 AR 實境對戰，整條敦化南路突然變成雷丘戰場，連路過的阿伯都舉起手機喊10萬伏特。世界沒變，是你看世界的方式被悄悄刷新了。這背後藏着一個真相，我們以為的現實從來不是出廠設定的原版系統，而是一層又一層的用戶界面。小時候你信廟口阿伯講的虎爺會雕銅錢治感冒，青春期你信補習班名師說的聯考定終生，30歲後你信財經主播吼的這波不買就錯過。每一套系統都讓你拼命優化角色數值，學歷、存款、職銜、點讚數，可沒人告訴你這些數值全是臨時生成的緩存文件，關機就清空。2023年MIT 有個實驗，受試者戴特殊眼鏡，走路鏡片會把直線扭曲成波浪。第1天，人人撞牆、嘔吐；第7天，大腦自動校正，世界恢復正常。可當他們摘下眼鏡那一刻，真正的崩潰才開始。眼前筆直的牆在他們眼中劇烈扭曲，身體本能後退、踉蹌，有人直接跪地乾嘔。明明世界沒變，是大腦以為謊言建好神經高速公路，而真相反而成了系統錯誤。這就像我們早把必須成功、不能丟臉、要贏在起跑線編譯成潛意識代碼，日復一日運行，直到某天你升了經理，買了房，孩子進了明星學校，卻在加班回家的深夜，站在電梯鏡面裡突然愣住。這個人是誰？那雙眼睛空的，像便利店冰櫃裡一罐過期的咖啡牛奶。台灣臨床心理學會2024年報告指出，35到45歲族群中，近40%自述高功能空心症，工作績效頂尖，情緒卻像停電的 LED 燈，只剩微弱殘影。這不是抑鬱，是系統過載後的強制休眠。你有沒有試過在捷運車廂裡突然聽不清周遭人聲，只聽見自己呼吸，像老舊冷氣機嘎吱作響？那一刻你不是崩潰，是你的意識第一次撞上了用戶界面的邊框。就像老台北人懷念的中華商場，拆掉的不是一棟樓，是一整套生活操作系統。攤販的吆喝是通知音效，樓梯轉角的氣味是登錄畫面，連偷抽一根煙的頂樓都是私人暫存區。商场沒了，可老顧客20年後路過捷運6號出口，腳還會自己拐進去，身體記得路徑，哪怕世界已重裝系統。而我們現在的痛苦，正是卡在舊版 UI 與新內核之間劇烈撕裂的過渡期。AI 一夜生成100份企劃，可老闆仍要你用手寫提案講誠意。年輕人說躺平是理性選擇，長輩卻急得翻出1985年商業週刊封面，勤能補拙是金科玉律。這根本不是世代衝突，是2套不相容的操作系統。
硬插在同一台主機上跑。你手機用 iOS 17，卻非要裝一個只支援 iOS 4的老程式，結果卡頓、閃退、耗電快，怪誰？不怪你不夠拼，是架構錯位。物理學家早發現，宇宙本身就有冗餘設計，就像台北101的阻尼球，660公噸鋼球吊在88樓，它從不主動發力，只在強風來襲時順勢偏移，用反向晃動抵消大樓搖擺。它不抵抗風，它懂得風的語言。這正是《金剛經》真正狠的地方。因無所住而生其心，不是叫你放棄努力，是叫你別把努力釘死在必須成功的釘子上。你種一棵芒果樹，若天天拿尺量它長高幾毫米，再拿報表分析陽光轉換率，澆水 ROI 數沒死，先被你的焦慮燻枯了。可若你種下它，該澆水時澆水，該除草時除草，其餘時間去屋頂看雲，陪孩子捏黏土。某天一抬頭，滿樹青芒壓彎枝椏，風一吹，光在果皮上跑成一條金河。努力沒少，但心沒被綁票。台灣茶農最懂這個，高山烏龍要做青，機器翻動茶葉，看似在殺青，實則是讓葉緣輕微破損，逼出香氣。那點傷不是損耗，是轉化的開關。痛苦亦然，你被裁員那晚哭到枕頭濕透，半年後卻靠副業月入破10萬。你失戀刪光所有合照，3年後在墾丁民宿遇見一人，他煮的咖啡苦中帶甘，像極了你學會與自己和平共處的滋味。這些不是否極泰來的安慰劑，是系統正在後台重組數據，而你終於不再用過去版本的解碼器硬讀未來格式的文件。2025年 DeepMind 的最新模型證實，當 AI 被允許短暫離線思考，不即時回應指令，決策準確率反升37%。它不是偷懶，是在建立內部表徵空間，一個不被外界刺激綁架的緩衝地帶。這多像我們，當媽媽終於敢跟孩子說，今天媽媽累了，我們叫外送吧。當創業者敢在董事會上說，這季目標我調整了，因為團隊快燒乾了，那不是退步，是系統升級的重啟訊號。真正的高手不在風暴中心硬扛，而在風眼處靜觀。就像台北下暴雨，低洼區淹水3尺，可陽明山上的茶園，雨水順着坡度滑走，土裡的根反而吸飽了養分。關鍵不是擋雨，是導流。你焦慮時猛刷手機，是給火堆澆汽油。你深呼吸10秒，寫下此刻我真正需要什麼，是悄悄開了個洩洪閘。別小看這10秒，那是你從自動導航模式切回手動駕駛的黃金窗口。台灣老匠人修古董鐘，最怕齒輪卡死硬掰，他們會先輕敲外殼3下，讓震波鬆動袖點，再滴一滴特調油，等3分鐘，咔，齒輪自己轉開了。你的身心也是這樣一座精密鐘錶，那些撐不住的時刻，不是零件壞了，是太久沒上油，沒輕敲。你不需要變成超人，只需要記得偶爾停頓，不是斷電，是系統正在後台更新。所以今晚回家別急着開燈，站在玄關黑暗裡3秒，感受鑰匙還握在手心的溫度，聽冰箱低鳴向遠處海潮，聞到鞋櫃裡淡淡的樟腦香混着雨後泥土氣。這一刻沒有 KPI， 沒有待辦事項，只有你在。就這1秒，你已贏過全天拼命證明自己存在的人。因為真正的自由不是擁有更多選擇，而是在任何一個瞬間都能認出，啊，這劇本我熟，但我不必照念。我可以選擇此刻溫柔一點，慢一點，甚至笑一下。你看，連宇宙都留了後門。物理學家發現，真空裡永遠有量子漲落，再絕對的空也藏着生生不息的波動。換句話說，寂靜本身就在創造。你什麼都不做時，身體正以每秒100萬次的頻率修復細胞，大腦在整理記憶碎片，像深夜的圖書館員，悄悄把今日的混亂歸檔成明日的智慧。所以別怕停頓，別怕還沒答案。台灣的榕樹為什麼能活300年？根不爭土壤深度，而朝4面8方伸展，在淺層就織成一張巨網。它懂得穩固，
不靠垂直衝刺，靠橫向連接。你的價值亦不繫於單一成就，而在你如何與世界溫柔共振。上周我在南頭竹山遇見一位做竹編的老師傅，70多歲，手背全是裂口，指甲縫裡永遠嵌着青綠竹屑。他不做文創商品，不接觀光體驗，只編農人用的秧馬，蹲在水田裡插秧時墊屁股的小矮凳。我問他，現在誰還用手插秧？收割機10分鐘幹完你一天的活。他頭也不抬，手指繞着竹篾一抽一壓，咔嗒咔嗒，像節拍器。機器快，可腳踩進泥裡的感覺。他不懂秧苗從指尖滑進水的那一下，他沒試過。3小時後，他遞給我一隻新編的秧馬，輕得像捧着一束風。我坐上去，矮矮的，穩穩的，忽然懂了，這不是工具，是身體的延伸。它不替你省力，而是讓你更在場。這多像我們對抗虛無的方式，不靠逃離現實，而靠更深的嵌入它。當你真正摸到泥土的涼，聽到竹葉的脆，感到腰背的酸，那些焦慮的雜訊反而自動靜音。2024年，台大神經科學團隊用 fMRI 掃描陶藝師拉坯時的大腦，當雙手接觸濕泥，指腹感知旋轉阻力的剎那，前額葉那個我必須贏，我怕搞砸的喋喋不休者血流驟降 42%， 取而代之的是體感皮層與小腦同步亮起，像夜市整條街的燈籠齊刷刷點亮。那一刻，沒有我，只有手、泥、轉盤，三者合一。他們稱之為具身認知的峰值體驗。說白了，就是當你全神貫注於一件事的質感，連自我都願意暫時退場。這解釋了為什麼疫情時全台烘焙粉賣到斷貨，為什麼手作銀飾工作室預約排到半年後。我們不是想當麵包師傅或精工師，我們是想找回被手機通知、打卡制度、績效報表剝奪的臨場感。你記得小時候捏橡皮泥嗎？不為成品，就為那一下按壓、搓揉、拉扯的觸覺反饋。那種我在作用於世界的篤定，比10篇正向心理學文章都管用。而現在最弔詭的是，科技越發達，我們越渴望低科技的真實。Apple 最新 Vision Pro 賣3萬台，可日本無電民宿一房難求，沒 WiFi、沒冷氣、沒插座，客人卻說，終於聽見自己心跳了。這不是反制，是身體在起義。我們的感官被高清熒幕、降噪耳機、恆溫空調寵壞了，以為世界就該平滑、靜音、恆定可生命。本是糙的、炒的、忽冷忽熱的。你摸過剛出爐的土窯麵包嗎？外殼燙到指尖縮回，內裡卻軟得像雲。你赤腳走過西床石子嗎？痛中帶涼，每一步都是微型覺醒。這些不舒適才是意識的鬧鐘。神經學家發現，輕度不適感，比如冷水洗臉、空腹晨走、手寫筆記時的肌肉痠，能刺激藍斑核，釋放正腎上腺素，瞬間提升專注力與情緒韌性。換句話說，一點個是靈魂防滑墊，所以別急着優化掉所有摩擦。那通沒修好的手機，那件穿舊的 T 恤，那場沒按計劃走的約會，它們不是瑕疵，是讓真實滲進來的裂縫。就像台南老屋的洗石子牆，遠看灰撲撲，湊近才發現嵌着貝殼、碎瓷、彩色玻璃渣。當年工人隨手拌進去的廢料，100年後成了時光簽名。你的人生亦然。那些你以為的搞砸時刻，提案被斃、告白被拒、創業失敗，當時像斷層，回頭望，全是地層裡最亮的礦脈。2025年 Nature Human Behavior 刊出長達15年的追蹤研究，在同齡高成就者中，心理韌性最強、晚年幸福感最高的，不是零失誤的完美履歷者，而是曾經歷一次重大挫敗且允許自己慢修復的人。他們平均多花了2年才重返軌道，可重建後的自我架構抗壓性高出 2.3 倍。就像台南地震後重建的廟宇，匠師不用鋼筋水泥牆固，反而在梁柱接損處加了活木楔，證實能微幅滑動卸力，震後自動歸位，柔才是終極的剛。而我們總在練硬、練邏輯、練口條、練抗壓，卻忘了練軟、練失落、練等待、練與不確定性共作。
你有沒有試過在等公車時不刷手機，就看雲怎麼一寸寸移過對面大樓的窗？那10分鐘沒產出，沒成長，可某種更古老的東西醒了，你與萬物同頻的節奏感，這節奏早刻在 DNA 裡。人類祖先在非洲草原，靠辨識風速變化、草浪方向、鳥群驚飛的毫秒差，躲過獵食者。我們不是生來焦慮，是生來高度敏感，只是現代社會把預警系統錯接在了主管爛未讀、房貸利率波動上。解藥不是鈍化，是重新校準。就像衝浪者不抗拒浪，只調整重心。台灣海女下潛前會做一種叫呼嚕的喉音，呼吸低沉綿長，向海潮退去。這動作不增氧，卻讓副交感神經接管身體，心跳從每分鐘90降到58。他們能在水下閉氣3分鐘，不是肺活量驚人，是懂得恐懼會耗氧，平靜才續航。而我們整天在吸氣、吸資訊、吸機會、吸認同，卻忘了呼，才是重啟鍵。試試看，下次開會前緊張，別猛喝咖啡，把吸管插進水杯，慢慢吹氣，看氣泡一顆顆浮起。這動作會強制啟動潛水反射，血壓降，心率緩，3分鐘，整個人切換成深海模式。這不是玄學，是哺乳動物共有的生存本能。鯨魚下潛萬米前，先在海面吐出最後一口氣。你焦慮時，身體其實在喊：快吐氣，我要下潛了。可我們偏要憋着硬扛，直到系統過熱當機。而真正的高手早學會主動下潛。你發現沒？所有台灣頂尖創作者、雲門舞者、無垢劇場、電影《瀑布》的攝影師，排練到瓶頸時不加練，反而集體去爬山、泡溫泉、吃路邊攤。他們不是偷懶，是在讓顯意識退場，好讓潛意識的深海生物浮上來。創意不是擠出來的，是等它自己游進網。就像台東漁民用定置網不追魚群，只選對洋流位置，靜靜等，3個月收一次網。網裡全是洄游的鬼頭、刀似魚、飛魚、高價值物種，只肯進不着急的網。你的人生也值得一張定置網，別天天撒網撈蝦米，留一片海域給大魚。那留白不是空閒，是戰略性的不作為。日本兼美學，中國留白書畫，台灣廟宇彩繪的雲紋間隙，所有頂級美學都懂。意義生於停頓，音樂最動人的常是休止符，愛情最深的往往是沒說出口的那句。所以當你又掉進必須做點什麼的焦慮漩渦，試試這招，拿一張白紙，中間畫個小黑點，盯它10秒，再迅速移開眼，你會發現整張紙的白突然有了存在感。我們總盯着問題那個點，卻忘了承載問題的空才是真正的主場。2024年 NASA 公布詹姆斯韋伯望遠鏡最新影像，在看似空無的宇宙深空，每平方角分竟藏有3000個星系。那片黑不是虛無，是未被辨識的豐盛。你的未來亦然。此刻你覺得卡住、空白、沒方向，可能只是你的望遠鏡還沒對準焦。別急着填滿，先調校感光元件，讓那些微弱的光子有時間抵達你。最後，我想請你做一件小事，今晚睡前關掉所有燈，只留一盞小夜燈，把手機塞進抽屜，深呼吸3次，然後把手放在胸口，感受心跳，不評價，不調整，就當自己是第一次听見這聲音，咚咚咚，這節奏，從你在媽媽子宮裡就持續到現在40億次，每一次重樣。他不問你 KPI 達沒達成，不 care 你今天被誰否定，他只是繼續。這份忠誠比任何勵志金句都深，而你值得被自己這樣忠誠對待。所以別再問我夠不夠好，問此刻我願不願意像對待老朋友一樣對自己笑一下，就一下。因為你知道嗎？那個在牛肉麵攤前猶豫要不要進的你，那個電梯鏡子裡眼神疲憊的你，那個捷運上突然聽不見人聲的你，他們不是失敗品，是系統正在升級的貝塔測試員，而你已通過最難的關卡，你還在這裡。聽完了這段話，這代表什麼？代表光。
還在跑，劇情還沒終。那麼下一幀你想怎麼顯影？